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在这次达沃斯论坛上面，出现一个历史留名的尴尬场面。我们都知道，中国这几年一直在吹嘘斩杀线，他把美国形容这是一个残血的玩家。只要我放一个招式下去，一个连招下去，你美国你就GG了。不管你在经济上面，不管在民生上面，在通膨上面，美国就是这么的不堪一击。好，结果没想到的事情是有中国官媒记者来到达沃斯论坛上的时候。他真的发问了斩杀线的这个事情，他问的人是谁？是贝森特。结果他用一个很蹩脚的英文去问完之后，直接被啪啪打脸了。因为贝森特说：“你到底在讲什么啊？”他说：“我完全不懂。”手也伸了出来，头也歪的。他说：“你到底，我无法理解你的问题，甚至我想你自己也无法理解。”就在这个重要场合上面，中国官媒的记者在全世界面前被打了一个大耳光。好，但这个完之后，更糗的事情只有这件事情吗？没有，更糗的事情是《纽约时报》接力打了一个组合拳上去。他现在抛出一篇报道出来，他跟大家讲，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房市问题，尤其房市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这个。你看到这一座看起来非常美，对不对？它号称是中国版的杜拜，地点就在海南的海花岛。当时是2011年花了120亿美元盖起来的，但是2021后，现在这个地方就通通变成一个烂尾楼。中美两国现在是完全在不同的极端上面。当今天美国不断在跟世界吸纳所有资金，而你中国却一直躲在自己家里面。没有人要去帮忙你，一直玩自己的，所以中国的经济就像这个中国版的杜拜一样，完全变成一个烂尾楼了。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教育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接下来这位我要特别介绍，他是全国建筑安全学会理事长高世峰，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玉轩，我们刚刚讲到一件事情，达沃斯论坛这么多的商人，这么多的科技巨擘，这么多的政要全部都去了，结果没有想到中国想说，我要来秀一下，平常怎么弄我要弄回去，找了官媒记者去问他斩杀线怎么样，斩杀线怎么样。贝森特毫不留情，直接给他打脸下去了。张老师啊，这是非常尴尬，为什么呢？因为在达沃斯这个论坛里面呢，一个叫中国，一个就是美国，世界两大强权同时登上这个舞台，但大家不禁想问，谁是欧白，像起辣秋？对，结果发现奇怪了，祭出关税的是谁？是美国，但是欧白的是谁？是中国。对，反而是美国什么赚的荷包满满，然后大量的同时涌进在里面。你仔细看哦，我们放的中间这张表格哦，这个叫做黄金死亡交叉线。为什么？上面白色的也就是近年来投资中国的，但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到2021年之后呢，来到投资高峰，随后剧情急转直下。直接往下坠，到了2024年、2025年，来蓝色这叫什么呢？叫做迁出，也就是没有投资就算了，反而大量的投资从中国这边涌了出来。对，那结果你看哦，两个人呢也是两样情。习近平谈到呢，最近中国的经济说什么啊？处于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所以代表什么？只讲一句话，我不知道川普在干嘛啦。他美国一直变来变去，一下关税，一下地缘政治，一下风险，所以他都搞不清楚自己要干嘛。反而你反观另外一个人，很多人说他霸凌啊，很多人说他迫害全世界啊，刷关税啊，就没有。川普反而说需要美国的干嘛？投资还是会来，等于是川普把全世界的资金通通都吸到我旁边来了。对啊，这充满自信。结果你习近平啊，这个现在是一个因素增多的时期。对啊，因为我钱跑了，外资跑了，结果我中国里面钱也跑了。我们讲到啊，先前他们曾经想要打造过一个类似杜拜的一个岛屿，叫做海花岛。就现在啊，变成是我们讲海洋的死亡之岛，死沉了，根本就没人啊。所以你知道那该怎么办呢？只能大外宣。外宣呢，出口转内销，只好在这个我们讲这个达沃斯这个论坛上面呢，对贝森特开枪。你知道他开什么枪吗？来哦，这是央视的记者，他类似我们讲的中央的央美，他直接跑去问贝森特说：“贝森特啊，所以 Do you think America it takes the kill line？” 等一下，我觉得你这样错了，因为你的英文比那个中国记者讲得好。好，那我再来一次 ，Do you think America？ 这样观众听不懂。美国是不是存在？来，各位仔细听他的原文，他说 ：“Kill line。”
Q line， Q line， 然后他就说 What Q line？What is Q line？ 什么是 Q line？ 他说那是 Q line， 然后他就一直很强调跟贝森特讲说 Q line 啦，然后贝森特就说I don't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I'm not sure you do either， 就是我不了解你的问题。那我觉得你也不了解你的问题，你可能也不知道你自己在问什么。他要讲的是 Q line， 对，斩杀线。对，这我跟你讲，为什么贝森特听不懂，你知道吗？他不是装夯，我帮贝森特背书，因为他真的不知道，因为美国没有 Q line 这个名词，对，这是中国自己发明的中翻音，对，就是斩杀线，他自己发明，说 I don't understand your question， 所以他当然都不知道嘛。那为什么他要去问这个呢？因为中国现在无限在吹嘘在自己的幻想里面，我们都说 AI 有什么幻想症，对，中国不愧是 AI 大国，他们幻想症比 AI 还严重，他们一直想象着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像游戏一样，就是美国呢，你只要触发一个 trigger。有一个任何的触发点，它随时就会倒下，就可以把美国干倒。所以他们一直在幻想，你看发文，知道什么是斩杀线吗？美国斩杀线清除底层人，只要你敢破产，等待他们的就是死亡。我想说你在讲什么？他把美国人讲的说，好像全部大家都要死不活了，都要破产了，好像自己中国地大物博，而是现在有斩杀线真实存在的。美国官方呢也认可，名词叫做 Alice 就是斩杀线，随时都会被清除。然后你看开始在说美国现在过得很惨。因为呢，还不上信用卡啦，生病啦，失业啦，随时都会被斩杀线啦，被社会出清，被社会抬出去啦。所以它等于是什么？美国现在的所有的情况对，等于一种命悬一线的感觉。对，只要发生什么事情，骨牌效应来了，对，他就被杀了，对，GG 了。所以赵，我终于搞懂一件事情，我们前阵子是不是谈到关税战的时候，中国一直在干嘛？狂卖美债嘛，对不对？对。为什么？我了解了，因为他以为那是他们的大绝。就像游戏里面我出大局，我就可以斩杀你。我只要一直卖美债，你美国就会崩溃。但是你看到吗？连 New York Times 还有包括 Economic 经济学人都在讨论说，中国最近我们讲 obsess。什么叫 obsess？ 就是说他着迷于说，美国一定有一条斩杀线，就是说我可以把它一击必杀，我一瞬间就可以把它处理掉。那美国呢，它所有的问题呢，只要一个碰撞，它就会毁灭。但你知道为什么中国要这样做吗？因为代表他们自己真的过得很惨嘛。但是糗爷是什么呢？怎么会糗到你把这个自产自销、自吹自擂，中国自己发明的名词拿去为贝森特？所以我觉得可怜啊！但你知道吗？他们现在真的可怜在哪里呢？其实不只是这个我们讲斩杀线这个迷幻的想象。我们回归到中国赵尔不用斩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已经死了他已经躺在地上了。对，有一个岛，这个岛叫做什么？海花岛。对，这海花岛哪里来的呢？其实是中国他自己人工造岛。对，本来也不存在这个岛，他们那时候就造岛，然后开始异想天开砸了几百亿进去。他们幻想说什么呢？我们中国现在蓬勃发展，地大物博，非常的有钱，所以我们要搞一个呢带有中国色彩的杜拜。所以杜拜有一个叫做朱美拉棕榈岛，那很漂亮你看跟花瓣一样，像棕榈树这样整个散开嘛。那中国呢？你知道它搞的是什么吗？中国莲花岛，所以它就这个岛长得像一个莲花。这不是开玩笑，人工造岛，这个在环保上面，在用钱上面非常多，就怎么样？他砸了120亿下去。最尴尬的什么？《纽约时报》怎么形容？他说，从中国版的杜拜到烂尾的死城。你刚说莲花，死莲花，对，没有错它是彼岸花就是你居的时候，你会看到彼岸有一朵的彼岸花。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来，我们还有分两个部分，一个叫做观光，一个叫做居住。观光的部分呢，它原本打造了一大堆美轮美奂，比如说海洋世界公园，就各位你看了之后，你以为你进到了深海龙宫或者亚特兰蒂斯沉默之都，为什么？整个海洋都没人，全部都嘛没开门盖得漂漂亮亮。这个连云霄飞车都已经盖好了，都全部没开门，就是完全没开门，都看不到。然后里面你知道为什么看起来灰，看起来脏，看起来恶的吗？因为那种生锈不是生锈的水沟那全部你看破烂，这鬼城了吧？就是盖了之后，然后都没有。然后你知道吗？剩下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它有盖一大堆大型饭店，希望能够吸引游客来。结果这些露天游泳池全部都抽空。里面呢都没有水，甚至还有大人牵着小朋友在那边我们讲的慢慢的散步。然后你看到就是像现在这个画面，这原本是他预想里面应该是要很漂亮的状况，对不对？结果呢，你看到整个城里面都没有人，空空荡荡，只有小猫2、3只。本来应该是要干嘛？人满为患嘛，去享受嘛，就也没有。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国际商城度假中心，这个看了你觉得更可怕，因为你一走进去后，你会发现整个城你不要讲说有没有盖好，整个都还有一些水泥啦、灰尘啦，就你现在看到的，对，乱七八糟的杂物工程叠在那边。我在讲的时候，他花了130亿美元去弄，对，过去多么美。
他们认为说，我们中国太猛了，你看它所有渲染，还有什么雷射光、车子、人潮、灯光，绚丽的。结果跟我们刚刚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对，因为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个呢？他是在很有钱的时候，他就开始突发奇想，把钱都浪费在这些不切实际，而且根本没有任何经济效应的状况下，所以导致说他盖到一半呢，根本没办法回收。而且再来，我们讲到住宅的部分，更可怕的大魔王来了，来2个字。恒大又是恒大，GG 啊！他就说原本恒大跟这些厂商配合哦，要在那边呢，我们讲盖我们讲了一大堆大概20万户的这种住宅，结果没想到盖到一半因为恒大他就开始财产破空嘛，我们知道他背负3000亿美金的这个债务嘛，而且这个时间点是什么？2021年，对，就你刚刚讲的 COVID-19， 那个时候就中国急转直下，对，全部我们讲事情都乱了套的时候，所以呢，他那时候2020年之后呢，开始这些东西就只剩下地基，然后最后面变成是一池一池的水洼，一池一池的水洼。那原本他们要卖给的是谁呢？是要卖给这些高端的服务的客人。结果最后面呢，没想到这些高端服务客人呢卖不了，所以呢全部都套牢。那到目前为止大概只盖了大概6万户左右，他们到现在为止大概卖了9000个人左右。对，那这9000人是谁吗？原本是想象的是像杜拜这样嘛，那是谁呢？印度首富啊，穆克什安尼巴，然后在这边哇度假，然后有游艇，然后有就耶，很漂亮。结果他们是中国退休老人。全部都，所以中国的退休老人以为他们辛苦了一辈子，可以跟这个一样，对，去养老，对。结果我现在发现我住在一个鬼屋里面，对，全部都是一些我们讲中国退休，那就卖了啊！你知道他们去那边干嘛吗？去了那边之后，我跟你讲，当地厂商也有因地制宜，像杜拜这边呢，旁边是什么？罗伊斯发动像什么 Gucci 就是一些我们讲名牌很漂亮的那种商品一大堆，他们这边卖包子。卖包子，卖火锅，对，那卖一些我们讲细球米啊，一些小吃店，然后去吸引这些老。还有这种干嘛的，在路边，在这嘛，你看到，来，你往前推，在剪头发的，所以很显而易见的，跟当初的设想完全不一样。但我跟你讲，这一座岛屿的命运只是中国一个缩影。为什么？因为中国呢，现在也真的要进入到长照的阶段，安宁病房的阶段。这是美国商会所公布的中国商务环境报告。结果你仔细看里面有一项一项讲到说，为什么我外资不愿意去投资中国？最大的一个就是中国的经济成长放缓。那再我们再看旁边，其他4个都写说什么？美中关系紧张，所以代表美国跟中国冲突，其他投资人的想法是什么？那我远离中国，跟美国靠近。对，所以根本跟他们想的不一样，不是说美中冲突我要去站在美国这边，全部都是我们讲紧张。来，你看经济放缓64%，美中紧张占58%，所以呢，它包括自己的产能过剩、法律执行不一，以及呢一大堆问题，连 SOHO 中国的一个前 CEO 张欣，他都跳出来讲说，现在这个时刻别再投资中国了，我们应该分散风险，资产配置的多元化。所以建议呢，大家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我们前往去投资美国市场。这真的是一个出大严重问题。我们刚刚特别讲到，刚刚那个图，在2024年出现了一个死亡交叉之后，没有想到第一个外资投资中国越来越少，结果你刚刚讲的 SOHO 的中国前 CEO 张欣直接跟大家讲，你不要再买中国东西，等于讲叫中国的资金也撤出，中国自己本身的资金撤出去买美国才是对的选择。对，所以现在对中国来讲呢，能 run 的这些企业家、资本阶级能 run 就 run， 赶快往外 run， 而剩下留下来的呢，只是一些我们讲死没路了，只能在继续那边的内部呢接受这个经济的内卷跟煎熬。所以你想想看，这时候再回顾说，为什么他们如此的急迫、如此的迫切，要把人生当游戏，认为说能够一击必杀，把美国给斩杀，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情。慧仁姐，我们刚刚讲中国的房市现在等于这种，如同宇轩讲，跟安宁病房是一样。你看到《华尔街日报》标题，中国主要城市12月房价同比跌幅扩大。我们在讲，那之前不是寄出很多项，甚至500项的这种，我要救房市就一大堆，完全没有用。我跟你讲，他们算一算，在中国现在的空屋竟然有6500万户到8000万户。你刚提到那个什么海花岛的那个是鬼城，对不对？已经是整个都是空那边。事实上中国还有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鬼城这么雄安，我们都说雄安什么鬼城乱讲，那是6100亿那个中国这边打造的那个新特区但是他们说那边有一个叫高银金融大楼117它从2015年停摆到现在，对，所以停摆2015年停摆到现在都已经超过11年了，所以它是全世界最知名的，你知道什么吗？超高大
大楼的鬼城，所以他们最大高楼的鬼城，对，它已经历史留名了。因为那一栋就是整个超高大楼鬼城之外，他们中国下了一个禁令，什么禁令呢？以后盖房子不可以盖超过500公尺，因为太高太远，你这鬼城更难看。所以你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70个城市。你知道这70个城市是什么？是就是各个34省里面算是一流第一线城市，70大，对不对？对，全部都北上广。你看到这个北京下跌了，这个价格下跌了8.5%，上海下跌，它这个上面什么同比是99.6%，然后呢现在变成96.1%。简单来讲就是价格就跌了，北京下跌了8.5%，上海下跌了6.1%，广州下跌了7.8%。如果你连北上广全部都下跌的情况之下，你更不用说其他的。而且我跟你讲，这个调查更可怕一件事情，他说虽然中国的新屋价格已经跌到10年来新低哦，但是更可怕，你知道什么吗？未来还有40%跌幅，还有40%。如果你是中国的消费者，这房子未来还有40%跌幅，你敢买吗？我连就算我买了，我想要卖，我根本不敢卖。是。你讲到现在，中国人刚刚提到斩杀线，他们现在才真的知道什么叫斩杀线。我现在在中国，我面临到什么状况，你知道吗？我2021年我买的房子，我现在就算卖，已经不仅没有我当年买的房子的价钱，甚至是我现在卖掉之后，我还欠银行钱。因为你当时一定是，比如说你买500万，那我可能是头期款200万，我一定跟银行借300万，我现在卖掉，拍死了200万。我跟银行借300万，所以我还欠亏惨了。你现在看到这个女生，她就说我先来，大家把话说明白，我出国是为了旅游吗？不是，是为了还房贷。我在日本，我在干嘛？我在工地打工。我为什么在日本工地打工？因为我老公就在日本的工地打工。我们两个在中国的房子现在已经面临到完全还不出贷款，没有工作机会，卖掉也不值钱，还欠了银行一屁股债。所以我们两个都出国。为什么出国？因为要还房。所以所有中国人都被房贷给套牢了。是，所以他讲一句话，他说中国有5亿人口，还很有趣哦。他说中国有5亿人口的人出国，其中有4亿人口都是为了还房贷，有没有这么悲催啊？然后现在还有你知道吗？杭州有一个徐先生一家，他为了要养房，你知道他竟然要打3份工才有办法养房。他说我以前是五子登科，我都觉得我是人生胜利组，然后我老婆还可以在家里，你知道吗？就照顾孩子就好。结果现在完了，我失业了。结果呢，我老婆也没办法，只好变成要在家里接一些翻译稿来做。然后呢，我本来是五子登科，那我现在变成房子跟车子全部都是我的那个勒住我脖子的这个就是有点是斩杀线。他就心里想说，我如果靠一份工作，我是没有办法去养房的。所以我现在怎么样？我还在开 Uber。我开 Uber， 然后呢，我还运用我原本的一点能力，然后在网络上教人家什么的，然后还有人约我新创。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是为了要养房，所以把自己累得跟狗一样。那我就问，如果未来房价还要再跌4成，这些人未来怎么活？国正，我们刚才都谈起来，中国现在真的是太惨，所以所有刚刚讲外资都已经跑了，跟中国混没戏唱了。结果就已经跟你讲。跟中国混没好下场。来，你看到当台湾的232谈完了，关税谈完之后，没想到隔天韩媒不仅只有一家，所有的头版头都在聊这件事情。其中一家我们特别列了出来，这个是你看到韩国媒体的报纸，他说台湾零关税突发噩耗 ，K 就指的韩国半导体陷入了纠结跟阵痛。现在对于韩国来说，他们也剉了一蛋，你台湾的太好了吧？所以死亡之祸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发威了，因为韩国所有媒体都陷入了所谓噩耗。韩国的半导体 K 是韩国半导体，它陷入纠结，它现在应该怎么办？因为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什么，你知道吗？台湾签下了这个投资协议之后，如果你不投资美国，就要加100%的关税。甚至韩国是怎么分析，你知道吗？韩国就分析美国跟台湾完成了这5000亿美金，2500加2500啊，院长会解释说只有2500，但是2500加5000嘛，完成这个协商之后。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叫台湾模式，就是一个投资的压力账单。对，你想要取得三星跟海力士。你想要取得零关税，你想要在美国或在 AI 世界有竞争力，你必须要怎么样？
台湾模式。所以韩国这是韩国中央日报，美国跟台湾已经达成15%的对等关税，那韩国怎么办？你只有迫使韩国加大对美国的投资，对，然后对南韩已经不会更好的条件啊！你以为你11月谈到很好，对不起，现在台湾的条件更好，而且会对韩国半导体造成所谓的前置。什么叫前置？是你可能就会下单台湾。我们都知道，三星跟台积电以前都在晶圆代工上竞争，对，你现在没有投资，你就完蛋了。那韩国在这几年记忆体也赚很多钱，但是他现在开始担心，这是韩国中央日报讲了，三星跟海力士都在担忧，我应该在美国盖第一任工厂吗？这非常的头痛。这很可怕，这等于是什么？中央日报、朝鲜日报、东亚日报，甚至东亚日报。我跟你讲哦，并不是一家媒体，是各家都是这种很大篇幅的去报道嘞。对，因为你看到东亚日报报了，说获得半导体无关税就零关税，台湾为什么？因为承诺了736兆美元。那三星跟海力士担心什么？这个投资是非常巨大，负担很大。什么叫负担很大？你又继续看东亚日报怎么报道了。东亚日报自己说，为什么叫负担很大？因为他们本来就在京畿道的龙仁市已经开始在盖厂了。如果你要像台积电用这么大的程度去投资美国，负担非常的大。你有5000亿美金吗？你有2500亿美金吗？好。他们还有个问题为什么说他们东亚日报在讨论这个事情？是韩国的东亚日报去访问财经界人士，说什么你知道吗？三星光是现在德州泰勒厂，他们的会长李在镕已经陷入什么问题？其实泰勒厂都没有客户，稼动率很低，都要到处去拉订单，你都拉不到订单，你到时候投了，你没订单，韩国反而会陷入什么？投了美国之后没订单，你会两头空啊！但是他现在更担心的是什么？美光，因为他有一个竞争对手叫美光，那美光正在扩大台湾跟美国的产能。如果我不投资美国的话，我可能会订单会流失。那很多人说，其实台湾才是真正的受益者。你要看死亡之握吃黄瓜的过程中，DRAM的产能其实不只是韩国跟美国，台湾也是。刚才朝鲜日报不是讲吗？竞争对手可能是美光，但我告诉你，美光最大的产能在哪里吗？在台湾，在台湾的，台湾才是美光核心的生产基地，60%的产能在台湾。甚至我们都知道 ，HBM 就是高频宽的记忆体，是 AI 最需要的。它的生产重镇就在台中，在2026年其实已经全部都卖完了。所以台湾如果零关税，因为我们现在谈零关税了，美光会不会纳入在里面？60%跟台中厂会不会纳入里面？很有可能嘛。所以有一个人买得好，不如买得刚刚好。你看台积电的前董事长刘德音太会了吧？突然出现哦，有个新闻突然出现了，还公布了，因为他必须要公布他买股票的账户嘛。他在1月13号。刚好是2天前公布关税，2天前他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花了2亿多台币买美光的股票，那来的刚刚好。因为美光非常的看好，因为他同时在台湾买力积电，而且他台湾有产能60%的产能，他在美国纽约州也要扩厂，等于他全力去挺所谓的台湾模式跟美国模式。他当然就是卢特尼克说了，在美国是零关税，还有。让韩国人崩溃的是，台湾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是什么？美国今年最重要的事情是，全世界最大的上市公司一上市就可能有1兆美元的市值，叫 SpaceX， 就是马斯克的太空火箭公司。他最近偷偷低调组团来访问台湾，结果消息一出来之后，好消息一出来，马上有好几家公司拉涨停跟大涨，华通今天涨了7%多，再来昇達科已经涨到986块了，因为他们都是 SpaceX。密访台湾组团来访问台湾的公司之一。好，你不要看哦，因为韩国人崩溃就是什么叫台湾模式？我们愿意投资2500加2500，5000亿美金到美国嘛？其实我们这些华通或昇達科这些公司，为了美国的火箭、低轨卫星这个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有多努力，你知道吗？它其实早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解决什么问题？解决火箭把卫星射到太空的时候会有温差。什么叫温差？一个飞上天之后，太阳照到是很热，再来太阳没照到很冷啊，是不是要散热？我告诉你很难散热，为什么散热？太空是没有空气的，没有热对流，没有对流，你无法散热，所以要有特殊的方式才能散热。再来还有辐射跟高频传输的技术。花的时间非常的长，所以从2019年每一次测试要花好几个月或是3年的时间，那他很早就开始做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 SpaceX 密访台湾，它股价大涨，你要看几年来它股价都在这里度过非常长的寂寞期。还有今天这个成绩，所以我们不要只看到它喷出台湾成为 SpaceX 重要的伙伴，其实我们前面努力很久，这就是台湾模式，这就是韩国人崩溃的地方。因为我们刚刚讲，在达沃斯论坛上面，第一个球是中国问什么斩杀性问题，直接被打脸。第二什么？今天川普在达沃斯也太呛了吧？他今天光是呛丹麦，甚至跟他讲说你是二战的时候最快投降了。他这一副就是什么？今天格陵兰我们是势在必得的。对，我认为这个川普心中早就已经想好，而且该怎么去游说这个欧洲国家他自己在演讲当中，他提到一点这场演讲非常精彩，我劝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全部的所有的影片对，那他在当中来讲，他自己有提到他本来是把这一个格陵兰的这件事情这一段删掉了，但是后来呢，还是忍不住他讲出来，要跟大家讲。他讲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讲说很多人都认为说他是为了要这个稀土。他说格陵兰的上面的冰层那么厚，那么大的冰块，他们不可能去找到地底下去挖那个矿物，因为他认为说根本就不是因为稀土的原因。对，他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这我们常常在讲的。他刚好格陵兰在美国、中国跟俄国的中间，你看嘛，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就是告诉你说，格陵兰是整个飞弹防御系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今天没有格陵兰的话，那有可能未来中国、俄国会入侵到美国的时候，那西方世界整个就完蛋了。所以他是为了救欧洲来的，是为了救美国来的。他现在告诉他们的意思就这样子，然后他点出了一个非常非常让丹麦不堪的一个局面。什么局面？二战的时候。纳粹德国入侵你们不到6个小时，你们就投降了。那如果说我这个交给你们的话，你丹麦说2019年承诺说要花2亿美元，然后在这个地方那个格陵兰从事所谓的国防建设，结果看到也没什么一个意思。他说连1%都不到，你们没用的啦，是这意思啦。他说呢，你们没有办法打仗的，全世界唯一能够守住格陵兰的也只有美国而已。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